不行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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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可得喝口酒压压惊。幸亏我没在场，若是我见着你蒙眼烧烟，那我那心都得从嗓子眼里蹦出来。真娘，以后这么冒险的事，你还是少干吧。娘，我一手烧烟的功夫是爷爷教的，差不了。那也够紧张的了。爷爷、娘、哥哥、嫂嫂，当众烧烟未必是件坏事，想必日后各家磨坊不会再为难我了。真娘日后想去各家磨坊压柜领灯烧烟赚钱。这3年来，除了爷爷的悉心教导，娘留在磨坊外的每一顿热饭菜，还有哥哥嫂嫂四处省下来的每一笔银子，真娘都铭记在心。日后就换真娘来照顾你们。瞧把你高兴的，快吃饭吃饭。哎呀，娘，你就让我说嘛，我等了3年就为了说这一通。好，你说。哎，娘，你说我学磨才3年，我就烧出了超品烟台，那其他磨坊的大师傅未必可以烧得出来。就是，我日后光靠着烧烟台就能够赚钱养家了。等我赚了钱，我就给咱们家换个宅子，到时候所有人都住过去。哥，你看啊，1罐超品烟台是2两银子。我得烧多少罐才能赚到钱给咱们家换宅子呀？可是我也不是每次都可以烧到这么多的。让你学磨，不是让你当小工挣钱的。爷爷，爷爷，真娘错了，您请喝茶。爷爷，我这不是一想到咱们家要过上好日子了，我这一开心就有点得意忘形了嘛。爷爷，您放心，您跟我说的治磨之道，真娘从来没有忘记。风清气正，磨道传承为先，我才刚刚起步，治磨之路异常险阻，我需戒骄戒躁，慎独专心，治磨需心无旁骛，方能走出浩然大道。爷爷，我说的可对？那爷爷问你，治磨最要紧的是什么？治磨一环最要紧的，自当是合胶。那只是术。何为道？守何道？怎么守？治磨最要紧的，就是4个字：一以贯之。一以贯之。爷爷，这个一是什么意思啊？这个一，就是你治磨的道，治磨的准则。每个人会不尽相同，但是只要你找到了这个一，你就要持之以恒，坚定不移，矢志不渝，不被外界的困难、诱惑所干扰动摇。你还差得远呢。爷爷，虽然现在这个一我还没能找到，但您放心吧，这治磨之道我绝对不会走偏的，因为有爷爷您在呢。不过这大道走累了，偶尔走走小路赚点钱，咱家的日子也能好过一点嘛。不过您放心，绝对不会影响到我走大道的，我只是半路放放风而已。你
说你这制墨的手艺吧，要能像你嘴上功夫那么厉害就好了。花架子嘛，记住，一以贯之，体用一元。嗯。一以贯之，体用一元。爷爷喝茶。多谢阿姐今日替我照看易后生。是老薛的差事办得不错，我只是顺势接手罢了。你出入徽州有什么打算？俗话说徽州有二宝，徽茶千年留香，徽墨呢万金不换。既然阿姐做了徽茶的生意，那阿弟自然是要在墨上下功夫了。你家祖辈以制墨为生，你要想入局墨业，我也不奇怪。只是既要在墨上下功夫，又为何开着典当行？阿姐，我现在是假名托姓，如果贸然开着磨坊，强行分一杯羹，恐怕会惹人生疑。况且自小我没有学习如何制墨，如果重操旧业，怕是污了我祖辈的荣光了。我昨日来易后生的路上，远远瞧见你当街高价竞买一罐烟台。没错，易后生不日即将开业，我要让全徽州的人都好奇我的身份，这样才能为开业造就声势。我看那田家的人也在，你当真没有什么旁的心思？当我知晓你同将军要了这采办军资的差事，执意回徽州，我便知你是来复仇的。但你要明白，你此番回来是立过军令状的，半年内若不能筹得军资1万两，便要交还之易后生，并革去军职。阿弟，我们受了将军多年的恩惠，你若轻举妄动，做了对将军不利的事情，你可休怪阿姐不顾往日的情分。阿姐放心，各种轻重，阿弟心里清楚。况且于大将军对我有恩，阿弟莫齿难忘。你莫怪阿姐心狠，有些事我自要说到前头。这采办军资的事，你的计划我已明白。那落田之仇，你有什么盘算？那天淮安啊，在我骆家奴颜婢膝数十载，不顾所图我骆家家业，壮大他田家门楣。既然他这么看重田墨荣耀，我必要让他在最风光的时候，变得一无所有。今年恰是公墨竞选之年，是最佳时机。你既不开磨坊，那打算怎么做？这徽州制墨世家众多，待我一一考察，择一合作便是。这公墨权已不在徽墨手中，盛极一时的李墨亦已式微，陈墨、潘墨始终不温不火。这徽墨当中，唯独那田墨独占了风光，
况且这田家与涉县仙灵赵申关系匪浅，你若与别家合作一起对付他，恐怕不易呀。赵申，他们得好好活着才行。官爷今日必踏平金星斋，灭你骆家满门。骆家列祖列宗，我回来了。3年前，我顶着逃犯的身份，辗转找到于将军。于将军念与父亲的情谊，冒险留我在七帅军中。想不到我当年一句戏言，今日成真了。往后，你就叫七九，和我一起为七帅效力。还不快谢谢于将军！于将军的救命恩情，七九永生不忘。这3年，崔小姐对我照顾有加，文谦敏感于心，便与她义结金兰。姐，弟，如今的文谦已不再是那个让你们操心的混小子，可惜你们已经看不见了。爹，姑姑，大哥，今天是清明节，来给你们捎点纸钱。你们在那边过挺好的吗？我也挺好的。虽然我现在叫七九，但我始终没有忘记我姓骆。如今七帅在东南抗倭，我已向其请命，回徽州为戚家军裁判军资。我终于要回家了。姑姑，大哥，有朝一日，我定会扫清你们身上的尘土，带着你们的牌位，回到这里，回到骆家，让我们骆家重新站起来。
哎，这一路走来呀，这儿的山水是真美呀！啊，都说徽州这个地方人杰地灵，真是名不虚传啊！哎，快，兰儿，你快看那座山，看山上那棵古松，你看，真漂亮。这有什么好看的？什么这山那水的，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哪儿都不如家好。想家了，是吧？莫急莫急啊！等我把这公墨选完，便即刻带你返回京师。爹，你莫要哄我了。您是被贬官到这儿的，回不回得去啊？只有天知道。谁敢阻拦朝廷命官的车马？严大人，在下特意为您准备了一份厚礼，还请笑纳。呈上来。严大人。你是何人啊？七帅帐下，七九。诸位在此，可是为了迎接严大人？正是。诸位久候了，大人因行途迟误，特令小人前来带话。胡会长，铁木，在。陈木，潘木。李默，还有一份。哎，大人，李家为什么是2份请柬啊？大人的安排自有用意。哦，请诸位先行回府，无需在此等候了。大人已定今日在四宝酒楼设宴，与诸位徽墨同仁会面共饮。请柬皆已送达，望诸位今晚准时赴会。胡会长，这严大人唱的是哪出啊？历来新官上任不都是由文会出面宴请吗？我也没想到啊。这严大人，他不按常理出牌。爷爷，这是什么？新任墨官严大人上任。今晚在四宝酒楼宴请莫爷各家同仁，爷爷也收到了严大人，特意请
七祖母转来的请柬。想必这个严大人已经知晓爷爷丁齿明示，不再治墨一事，否则也不会刻意的将给爷爷的请柬给了七祖母，让他老人家转交。那你觉得爷爷是去还是不去？若是不去，驳了严大人的面子事小，只怕七祖母那边会得罪严大人，难以自处，于李默也是不利的。可若是去了，想必这个严大人肯定要提出一些要求，若是跟墨相关，爷爷又会为难。是啊。爷爷，不如今晚我陪您一起去吧。你？是啊，平日都是爷爷给我当靠山，今日我给爷爷当一回靠山。像我这样的小辈，就算当场说错了什么话，想必那个严大人也不好同我计较的。严大人，这是还有贵客未至。稍等片刻。一后生启动驾到。严大人，严大人，季某来迟，还望恕罪。无妨。啊，诸位，给你们介绍一下啊，这位呢是义后生典当行的七东家，身家丰厚啊，有心涉足墨业。在座的诸位啊，以后可以多多的跟七东家交流交流啊。还望徽州墨业的各位前辈，给戚某一个机会。诸位，本官初来徽州，以后这墨业上的事儿，还要靠诸位多多的帮衬呢啊！本官先干为敬啊，请。大人请。哎呀，本官来徽州这一路啊，多谢。真是山明水秀，粉墙黛瓦，大美如斯美。可是本官这心里头，反倒有些黯然。想当年，李八爷制墨五杰首作，助阵李墨，几乎统领天下墨法，一骑绝尘。李家执掌贡墨权呐，这才使得贡墨权花落灰墨10数年。结果呢，后逢变故，好在落墨再次指印数年，结果也逢了变故了。如今呢，贡墨权早已旁落数年了。诸位，原因呐，是天不时、地不利，还是人不和呀？大家可能有些疑惑啊，本官怎么一来就一反常规，反客为主，宴请诸家呀？实则是想跟大家说说掏心窝子的话，叮嘱各位几句。贡墨再选不远了，此次机会千万不可放过，大家一定齐心协力啊！有才出才，有力出力，有志用志，
团结一心，让咱们徽州墨业再创辉煌，啊！大人，这是用心高远啊！我徽州墨业定当殚精竭虑，不负大人苦心。好，敬大人一杯。行。严大人羽翼深长，徽州墨业上下一心，戚某感佩。借此良辰，戚某也准备了一份厚礼，想要献给严大人，以及徽州墨业的各位前辈。严大人，请。哎，这个盒子倒是蛮有意思啊。哦。祁东家，难道你送我的是失传已久的七烟古墨？没错，这七烟古墨名为紫气东来。传闻老子西游出关时，官令尹喜望见紫气浮关，便知将有圣人路过此地。果然，老子骑着青牛而来。后人为此典故制作了这方古墨，传承至今，寓意希望和新的开始。而今日严大人奉天命而来，使歙县乃至整个徽州墨业焕发新生，岂不正契合了这方古墨？好，好，真是太好了啊！祁东家，你的这份礼物啊，算是送到我心坎上了。谢谢大人。哎，我忽然啊有个想法，诸位，此等宝墨，如能再次复原传世，那咱们徽墨夺魁，岂不是十拿九稳呐？啊，陈三爷，你们陈家是以七烟起家的，可愿一试啊？严大人，七烟古墨为清七烟，而如今陈家七烟墨为浑七烟，两者相去甚远，但陈家必定努力，争取恢复此墨。严大人，田墨虽非七烟起家，但也愿意尽力一试。严大人，我们潘家也会尽力而为。好。李八爷，你们李墨有100年的底蕴呐，这复原七烟古墨，还得由您替李墨扛下这个重任呐！啊，严大人，严大人有所不知，八爷已被出族，且丁尺明示不再之墨，但景东有信心。严大人，宗法不可废，族规不可违。今岁惭愧，大人莫怪。八爷就是八爷啊，这宗法族规，句句在理呀。八爷，我也问您一件事儿。您这宗法族规家事，难道比圣上的事还大？
您给断断。严大人，我愿意替爷爷一试。谁？你，一个小丫头。严大人，民女李珍随爷爷学墨3年，虽不成气候，但民女坚信事在人为，因此我愿意为此一试。这杯酒，我敬严大人。且慢。诸位，我是万没想到啊，李默的风骨竟然在一个小丫头身上。哎，丫头，这杯酒，本官敬你，请。恭喜严大人！若七烟古墨复原成功，那徽州墨业将兴盛有望。我叶后生出银100两，为这次复原七烟古墨添个彩头。好啊，好啊，七东家这个话说得豪爽。诸位，还不赶紧敬七东家一杯啊！来来，敬。请。七东家，我们田家敬你一杯。好，没事啊。哎呦，没事。哎呀，今日良辰美酒啊，举杯共饮。好，诸位，留步。严大人，咱慢点，告辞。留步啊！改日再聚。再会。好。这啊，再会。小心，严大人。再会啊！再聚，一定再聚。甄姑娘，七东家今晚真是大手笔，真是大生意人啊！戚某不过是一介商贾莽夫，给大家添个彩头助兴罢了。七东家初入徽州，便当街竞拍烟台，15两金，先声夺人。今日又是用一块七烟古墨，讨得严大人的欢心，引各家入局。就连我那个已经丁齿明示不再制墨的爷爷，也被架了上来。七东家这次来徽州，是要做多大的生意啊？戚某来徽州，自然是要做关于墨的生意，拿来拜见严大人，也是理所应当。但甄姑娘刚刚说的，好，即便这是一盘棋，那墨业的各位前辈们，刚刚不也甘愿当棋子吗？倒是甄姑娘你，艺高人胆大，戚某佩服。或许戚某能和甄姑娘日后做个朋友，也做个生意上的伙伴。我们两个还是保持距离，不要当朋友的好。做生意嘛，若是当了朋友，那这生意可就做不成了。好，戚某受教了，那甄姑娘来日奉承。爷爷，我们也走吧。厉八爷，慢走。真没想到，
今日这李家姑娘竟也入局了，没想到啊。东家，接下来咱们该怎么办？且行且干，静观其变。哎呀，今夜之举过于鲁莽。爷爷，那严大人把您跟七祖母都逼到这份上了，若是没有人出面应下此事，难道您想眼睁睁地看着李默还有七祖母为难吗？哎呀，再说了，我是您亲自教出来的徒弟，又是小辈，由我应下此事最合适不过了。而且，我能有机会复原这七烟古墨，于我墨迹上是一种考验，在制墨之道上也有更大的注意。而且你想啊，爷爷，万一我真的复原出这七烟古墨了，那名利双收，未必不是一件好事儿啊。那七东家都已经承诺了，会有百两的彩头，我肯定不能让这么白胖胖的泥锭子从我面前溜过。爷爷，我应都应下了，您就别愁眉苦脸的了。你这个丫头啊！走吧，走吧，爷爷，回家。东家，我在街上瞧见李家的甄姑娘四处采买生漆，都扑了空。听闻现在市面上所有的生漆都被田家采买光了，如今徽州境内的生漆可谓是一两难求。田家，难不成田家是想垄断所有的生漆，来防止其他的磨坊复原出七烟古墨吧？既然他要阻止其他磨坊复原出七烟古墨，那我就要让生漆成为我和其他磨坊合作的敲门砖。这样，你晚些时候去找一趟阿姐，她在福建有些人脉，从那边采买一批生漆回来。东家，甄姑娘也需要生漆，既然咱们去采买生漆，要不要给她也？采买生漆不是一时半日就能买回来的，远水救不了近火。况且，他是个有主意的人，自己能想到办法。日后再说吧。既然田家率先行动了，那我们就去拜访他们一下。少爷，快走了！长生园，二位，请上座，我去请下老爷。让你在家里好好读书，你竟然跑去李家与那八方的丫头混在一起，你是嫌你爹丢人丢的不够啊？爹，
我不想回京城，也不想考功名。混账！爹，我这儿又合了一方墨，怎么样？还不快滚！小庄因同期，胭脂成